凡斯果然会挖掘设计师，这样有想法的设计师可不多见啊。妈，你看这个设计眼不眼熟啊？这位设计师该不会是妈妈的粉丝吧？周总，我知道现在珠宝行业互相借鉴的情况有很多，没想到你们凡斯的设计师也喜欢借鉴我们慈恋的作品。慧慧，说话要注意用词。中国风的设计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，不能一概而论。那应该叫致敬，对吧？焦司令，这个设计到底怎么回事？高小姐，我想是你误会了。确实，我很喜欢吴老师的蝶舞系列，但是我并没有借鉴和模仿吴老师作品的意思。你这么认为，可能是因为我的作品同样用了蝴蝶这个风格来做，但是我是用了碎钻镶嵌的结构，表现展翅一瞬间的动感。弧度、角度和表现形式和蝶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一件珠宝，一个设计，如果别人看到了会联想到其他更好的同类作品，那我觉得就是在模仿。你觉得呢？何况你这个蝴蝶尾部，这个结构处理的也太简单粗暴了。这么小的装饰，你用的碎钻居然用爪镶，入门的学徒都不会这么做的。你难道不知道直接打孔才能更好程度的展现火彩吗？这是因为爪镶除了能保持钻石的完整性，还有利于流水线量产，所以……高姐，可不可以话不要这么多？专家给出的意见一定要虚心的接受，好好弥补自己的不足。这女孩也叫高洁，跟潘越的女儿同名，难道是巧合吗？吴老师，这边还有一位设计师叫何文，非常优秀。来，请。周总我想看一下你们公司设计师 Jocelyn 的资料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高洁的资料。是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整理好之后给您送回去。那谢谢你啊。好，那我就不远送了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高小姐。高洁的资料。妈，我承认，凡斯的硬件和软件都很不错，但我认为不合适。凡斯的背后集团是做金融的，一点珠宝行业的经验都没有。我可不想以后对着一群只懂资本不懂情调的老狐狸解释我的设计。知道啦，我带你四处转转，是想让你看看其他的潜在的竞争对手。你看今天那个 Jocelyn， 我就觉得他设计的有点意思。你虽然一番话压倒了人家，但是也要看到人家的长处。无论我们将来选择哪家公司合作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拿到年度匠心设计师大赛的冠军，这才是你立足我们行业的基础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。走吧。中午我请大家吃猪肚鸡怎么样啊？好啊！那我们都先去占座吧。走。好，吃饭。今天可不是发工资的日子啊！你怎么这么大方？我拿下比赛资格之后，我还没请大家吃饭呢。高姐，一块儿吧。我不去了，你去吧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请你吃饭比请领导都难。文文，这份设计稿呢，一会儿修改一下啊。周总，中午我请吃饭，赏个脸呗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你先去，等一下我就来。快点。好。
Jocelyn，可以啊，都学会打小报告了。你不知道人事经理是我的球友吧？新人入职的时候呢，不是教过你的吗？要懂职场规则。你连职场规则都不懂，到哪里都做不好的。在东南亚你就骚扰我，故意派我去那个有危险的矿区，破坏职场规则的人是你，我一忍再忍，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选拔机会。可你还要玩手段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我玩什么手段嘛？不服气？不服气可以继续往上告啊！就算你告到居司长那里，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的。还有，你设计的那个什么雪花，看起来就冷冰冰的，而且里面还透着一股假正经。连你的设计总监都帮你打不了圆场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讲的呢？就算我让你去参加这个比赛，你能保证拿冠军吗？知不知道吴小慈的女儿也要参加这个比赛？人家可是在海外获过设计大奖的，你呢？你凭什么？做什么事情，先搞清楚，动脑子。我看你真的需要补脑子，多吃点核桃吧，啊！大家都去吃饭，就你不去，这么不合群。吃饭的时候呢，就好好吃饭；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。这些啊，不要混为一谈。你的口气啊，跟我的外公一模一样。是吗？我有这么老派吗？那是成熟和温暖。算你会聊天。对了，你在东南亚的时候没有吃亏吧？你都知道了。当时周迪他没有得逞，正好有人帮我解围了。我没有跟你说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交给人事部去处理比较好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你很勇敢，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不想连累我，我怎么会怪你？我只是希望以后周迪要是再对你有什么不轨的行为，你要及时告诉我。啊，对了，前面一个海风书屋，一会儿有一个发廊讲座，请的讲师挺有名的，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过去听一下。好啊。其实珐琅工艺在中国早已有之，只是处在一个原始的状态。在外来工艺的影响下，珐琅工艺先后于13世纪和17世纪的初期逐渐发展起来，尤其是在15世纪的中期前后极为兴盛。在中国的悠久的工艺流程史上，珐琅工艺可以说也是最年轻的工艺。我国始初上称其为佛朗线、韦伯窑，它主要是以你好，请问 Miss J 在哪里？在那边3号桌。烧炼而成固态后呢，再经研磨成粉，然后呢将其填入画在器表的掐丝的花纹内，其中这个掐丝花纹一般是用铜丝，底胎也多半都是铜胎。哎，你干嘛抢我手机啊？开别人玩笑好玩吗？我们做什么了？你这是在侵犯他人肖像权，知道吗？没那么严重吧，哥哥。我们只不过是看你长得帅，想拍你几张照片而已。然后发朋友圈炫耀是吗？原来被你发现了，没劲。我们俩就是打个赌，看看这个海报是真的寻人启事啊，还是什么书店搞的活动噱头。我不知道，现在居然还有人用海报找人，这么老土的办法。哥哥，你以为你在拍电影吗？这么说，是你赢了？是啊，我赢了。我谢谢你，谢谢你相信我是真的在找人。那我只起诉他一个人就好了。不是，你不会真的要起诉我吧？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很好笑吗？
我在找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故事也没说完，不知谁和我虚度这漫长时光。风吹过停留，吹走我的雨伞，都是因为你让我等了又等，在这里。遇见你呀，带给我所有的偶然，全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灌溉。遇见你呀，给你我所有，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，只为了遇见你。外公，我回来啦。小姐回来了，妈妈呢？睡了。哦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小心划破手啊！没事儿。白天呀，你妈妈不小心打碎了一花瓶，心里难过，连觉都不睡了。我为了哄她睡觉，我就说我用这些碎瓷片给你镶一个首饰，这样她才睡了。不过她说明天一早就要看到我做的这个瓷片首饰。瓷片都可以做首饰啊？玉石、贝母、珍珠、宝石、钻石，可以做首饰，瓷片怎么就不行呢？外公说的对，任何材料只要美就有价值。陶瓷的光泽、颜色都能带来别样的美，而且尺寸都能根据设计进行调整，确实是用来做首饰的好材料。对呀。今天我又学了一招。交学费吧。对了，外公，你觉得对于珠宝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最近在设计上面遇到一些问题，总觉得我的设计冷冰冰的。光掌握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一些基本的技术，那只能算是一个匠人。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设计师，一定要有灵气。可是怎么才可以让作品更有灵气呢？你们设计专业嘛，我不懂，但是从做首饰的工艺角度，我师傅曾经跟我说过，不管做什么都要用感情啊，不管用什么材料，用什么工艺技术，采用什么设计方案，在你做的时候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进感情。投入了感情，你做出来的东西它就有感情，就是活的，就有灵气。是啊，有感情的首饰才是活的。对，模仿别人的东西是不会有感情的，有感情的东西你也模仿不来。小姐呀，每一件珠宝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，
这些藏在里面的故事，别人是偷不走的。我明白了，外公，谢谢你。我能看一下吗？嗯。说说你的理念。上次我没有把握好命题要求，这一次我选择了东南亚的翠鸟作为设计灵感。它象征着平息风暴，带来祥和，把希望送给爱的人。在配饰上，我加入了彩钻和彩色宝石，用微镶工艺来展现翠鸟身上的羽毛。司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好，远比我想象的要好。只可惜比稿的时间已经结束了。不过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才华，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。有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加油。Jocelyn， 好消息，那个匠心年度珠宝设计师大赛啊！怎么了？喂，有什么话一定要偷偷摸摸说吗？刚才高层会议决定让 Jocelyn 代表公司参加。什么？我吗？嗯。恭喜你。这是真的吗？让我去参加比赛？想去吗？那就去吧，好好加油。但是怎么会那么突然啊？我只能告诉你，公司的这次决定是公平的，你只要好好备赛就可以了。